中二病也要谈恋爱，这部作品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呢？其实这个作品的结局是六花跑去抢他姐姐婚礼时的捧花时掉下悬崖杀青了。开个玩笑啊，这个是剧场版的剧情，并且六花没有掉下去，各位可以放心。说回到原作，中二病这个作品其实是由虎虎老师于2011年至2017年期间在京都动画公司的 KASMA 文库上连载发行的轻小说作品，全篇一共也只出了4卷单行本。而我们2012年至2014年看的2季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小说的前2卷内容啊，对，你没有听错，这个作品的动画它是1季只翻拍了小说1卷。这里要展开说明一下，金阿尼毕竟是一个动画公司，他家的文库起步比较晚，2011年才创立。创立早期，无论是作者的水平、编辑能力，还是渠道发行能力，在业界都是排名比较靠后的。所以金阿尼发挥了自家的强项，给自家文库小说翻拍动画时，大量原创了许多角色和剧情，让原有的剧情变得更加丰富，甚至更加完美就比如永恒的紫罗兰花园，这就导致很多金阿尼他们家公司的小说原作剧情和动画剧情相差是有点大，但这并不代表原作就不好看了。今天要讲的这部中二病其实原作也很好玩。首先，在中二病的这个原作设定里面，没有六花的姐姐，没有男主初中的大妹妹，一开始出手也没有加入到故事之中，学姐一开始也没有出现，六花也不住在男主家的楼上。乍一听是不是觉得没啥意思？但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好玩得多。首先，男主上的这所高中其实是日本的重点公办高中，而且男主本身就是个学霸，全班数学第1名。男主的那个好基友伊色晨是学习委员，除了数学仅比男主差一丢丢以外，其他全是班级前列。然后他还是个变态。原作中伊色既是学习委员又是风纪委员，所以伊色通过查风纪的名义调查了全年级男女生的喜好以及各种校园八卦，来满足自己了解妹子们癖好的爱好。而他之所以会有这么 BT 的爱好，是因为伊色小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结果伊色一不小心看到了这个女孩子的胖次没有传。当时的伊色不敢说就把没有穿胖次这个事情写在了日记里。结果伊色就不停的关注这个妹子，写了不少关于这个女孩子的事情。但是最后班级里面的捣乱军团无意间发现了伊色写的日记，并公开曝光了这个女孩子的事情。那个女孩被曝光时，当场哭的就梨花带雨，并跟大家说：“我释然了，这回大家终于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那是感动的泪水。从此以后，伊色发现写日记还能帮到别人于是伊色晨就成了现在这样不愧是叫晨的男人。除此之外，六花之所以与男主接触，是因为六花在月考中数学考了0分，六花太过羞耻于自己的分数，又想让男主教他学习，所以六花故意当众犯中二病，让男主带他去医务室，搭上了男主这条线，从此跟男主缔结契约，让男主教他学习。而女2号单身骨森夏其实也是半斤八两，她的数学只考了28分，但森夏却是女班长，因为森夏其他的文科成绩不错，而且是一个高个子的女生，性格外在看起来都挺强势的，而且无论男女生都能很容易跟她搭上话，所以她的人缘非常不错。同时跟动画的设定里面一样，森夏当年也是一个中二病，如今走出中二病状态的森夏就是很看不惯六花，很想让六花从中二病状态里毕业。同时森夏也想找男主帮自己补习一下数学，但是森夏与男主的接触让六花觉得自己的猎物要被别人抢走了，所以六花和森夏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恰巧森夏其实在初中时期是有名的中二病头子森大人。森夏纠缠男主的时候，六花直接就曝光了森夏不为人知的中二病黑暗日记，导致森夏高大伟岸的强势形象瞬间就崩塌了。从此森夏变得在男主面前一被提及黑历史就会害羞崩溃。而森夏之所以能从中二病走出来，实际是七公的功劳。七公转学的经历跟动画差不多，七公初1的时候是男主的同学，初2的时候转去了森夏的初中，并且森夏和七公曾经还是好闺蜜。但是在七公没有转学来之前，森夏严重的中二病导致她跟周边的同学非常疏远，没有多少人能懂她，森夏几乎没有朋友。后来只有七公不离不弃陪着森夏，这才让森夏明白了是自己没有努力与周围人相处好关系，是自己故意被自己搞孤立了。所以森夏上了高中以后改变形象，要把中二病这些东西全部给他抹杀掉。不过也是
因为七公这条线，森下才有了男主当年初中时写的中二语录笔记，这才导致男主被揪住了把柄，经常要听森下指挥去做事。而关于第二季七公的剧情的方面，大部分剧情原作和动画演得差不多，但并没有发生狱中七公跟男主告白的事情。实际上七公总跑来男主他们学校串门以后，已经在跟男主交往的六花当时就醋意大发，使得六花找七公单独约谈了好几次。后来七公假借绑架的名义把六花藏了起来，看男主会不会解开谜题，找到六花来证明男主对六花是不是真爱。最后男主也发现了绑架犯实际是七公。男主在找到了七公去要找六花的关键线索时，七公跟男主告了白。男主当时其实也很感动，所以当时男主就说：对不起，我选择六花。故事最后，男主还是找到了六花的踪迹，并且此时男主再次跟六花告了白，让六花明白男主是真心实意的。打这之后，七公心灰意冷，于是七公转学到了男主他们学校，成了男主他们隔壁班的同学，并且从此七公经常当众犯中二病，说出很多当年森下的中二语录，惹得森下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还有跟动画设定不同的地方是，男主其实拥有吸引中二病的体质，除了一色当年也犯过中二病以外，男主他们班上还有一个中二病的妹子叫乌布风铃。动画里其实这个妹子也出场过，只不过动画里没有太多她的剧情。在原作里，她也是森下的初中同学，并且是她把森下曾经中二病的黑历史给公之于众的。不过乌布特别好奇男主跟六花的恋情，所以乌布会动不动凑过来跟男主示好，来打探八卦。因为乌布电波跟六花很合得来，所以乌布后来还跟六花成了好闺蜜。也就是说，动画里实际上是把这个角色的部分剧情给安到了秃手学妹的身上去了。然后小说的最后两卷，作者开始设计剧情，把动画里出现过的秃手学妹以及回乡学姐慢慢的也加进了自己的故事之中。首先第三卷突然出现了一个头发染得跟彩虹糖一样的学姐天虹汉。这个学姐发现六花有演戏的天赋，于是这个学姐找到了六花，希望六花加入她的社团古怪戏剧俱乐部。但六花胆子很小，一开始没敢搭理这个有点中二病的学姐，并说如果男主肯加入社团，六花她才肯愿意加入。于是这个天虹学姐大周末的穿了一个布偶装跑到了男主家来拜访，并且这个学姐还当着男主的面说出了很多男主的黑历史，就为了拉拢男主加入戏剧社。因为现在戏剧社就剩2个成员了，如果再没有新人加入，很快这个戏剧社就要废社了。男主后来同情这个学姐，于是男主拉着七公打算带着2个中二病少女一起加入戏剧社。然后某天放学，男主就来到了戏剧社的社团教室校长室进行了参观。对，没有错，他们是在校长室搞活动的，因为他们的校长也是一个中二病。而戏剧社的另一个成员就是天虹学姐的好闺蜜爱睡觉的回乡学姐啊，性格上回乡学姐跟动画里面的差不多，主打一个能睡觉就满足了。而在主角等人加入后，天虹学姐打算搞一个即兴路演的舞台戏剧啊，就是不跟学校申请，趁着学院季午休的时候，他们一群人跑到体育馆，突然带着行头啊，就一顿乱演的那种。之所以会这么做啊，实际上是学姐跟学生会那里根本就没有申请来场地而已。不过最后大家还是按照天虹学姐的计划排练起了戏剧。中间秃手在某次放学的路上与男主他们接触，原来六花在暑假时期遇到了这个初中的小学妹，因为2个人电波很搭，于是成了很要好的好闺蜜。秃手也会经常在男女主他们排练的时候来玩。顺带一提啊，六花其实在原作里相当厉害，除了数学以外，其他的成绩六花都是名列前茅。而像表演、舞蹈之类的，六花都是一学就会。中二的气质上，原作要比动画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小说前面有一章，六花跟男主已经确定交往后，六花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请男主到他家来吃蛋糕，然后六花把蛋糕端上桌的时候就跟男主说道，来为我的忌日干杯啊！总之六花在原作里也超级可爱有趣。然后在学院期的最后，男主他们也按照学姐的计划成功的演了一出很富有中二病气息的舞台剧表演，并且大获好评。于是戏剧社申请了关停，主要还是因为天虹学姐根本就没有按照流程申请场地和人数，而天虹学姐宁可解散这个社团也要排这个舞台剧，是因为天虹学姐憧憬的前辈在高3毕业以后可能会回学校参观学院季，而这个舞台剧的剧本其实就是那个前辈写的，天虹学姐就想拿这个舞台剧纪念自己跟前辈的友谊，才准备了这一出。不过因为违反校规，所以社团解散了。好在他们的校长人特别好，后来回乡学姐又申请了一个远
远东魔法打盹协会校长作为他们的监护人老师，批准了这个新社团的成立，保证了戏剧社又延续了下来。然后到了第4卷，一上来男主他们就升到了高2，然后男主只有他一个人在单独的一个班，他所认识的森下、六花、一色、七公这些人全都不跟他在一个班，但好歹中午午休的时候男主还能跟六花一起吃饭，本来正常发展还挺好的。但是男主突然发现六花突然不戴美瞳了，一开始男主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能说明六花已经脱宅了，但是男主总能感觉到六花身体上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悲伤，直到某一天秃手突然堵住了男主，叫男主负起责任把六花变回去。后来连森下也感觉到六花现在的状态不对，跑来找男主，让男主想办法，希望帮六花恢复原来的中2的状态。后来男主找到了七公帮忙，在七公的帮忙之下，男主重新穿上了当年中2时期的 Dark Flame Master 的服装，穿着上学校的那种，就为了唤醒六花中2病时期的记忆。男主属于豁出去不要脸了，但是六花却说自己怎么样都找不回来自己中2病的力量了，连六花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做。最后六花的好闺蜜乌部风铃看不下去了，乌部风铃找到了男主，让男主用真诚的中2之魂去想办法打动女主。于是整个戏剧部的人，包括森下、秃手、天虹学姐、茴香学姐，挨个弄了一身中2病的行头，跑到学校的体育馆里，挨个犯中2病，跟六花表演了一出黑魔法大战。直到最后男主站出来大声的对六花吼道：嫁给我吧六花！然后男主掏出了一枚戒指给六花戴上，六花这才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重新觉醒起了中2之魂。原来六花之所以会出现现在的改变，是因为升年级以后，六花跟男主不在一个班了，两个人仅仅这小小的距离，就让六花觉得他们的关系可能迟早有一天会走到尽头，所以六花不想关系只靠中2病这种方式来维持下去，所以才变成了放弃中2病的行头却很忧伤的状态。但现如今六花放下了担忧，果断的做回了自己，重新回归了自己中2的状态。故事的最后是以男主永泰和女主六花互相给对方写交换日记作为结尾，日记中记录了在六花恢复中2病之后的6个月，六花后来终于与森下成了好闺蜜，不再是互相拆台的关系，而六花依旧在跟男主交往着。后来两个人还一起给男主的妹妹过起了生日不过这次没有喊忌日快乐。最后的日记结尾记录着六花和永泰两个人要相爱一生，故事至此正式的落下了尾声。好了，以上就是中2病也要谈恋爱的原作完结的大致剧情，不知道各位听完以后有啥看法与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还想知道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我就3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